这门要关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磊哥，现在是 G318川藏线骑行第13天。今天我们可以一路下坡抵达波密，下坡抵达波密的里程大约100公里，所以 Hello 啊，哎，宇宙金山了，你看，那就往前走吧。你吃了没？吃完了。早上好，雷哥，早上好，中国。今天要去哪里？今天我不知道，我们也今天走着看吧，对啊到哪算了是吧？感觉今天如果下到波密，下到那个通麦200太长了。对，有点距离可能有点大，我们可能也骑不完。我们今天先骑到那个下一站了，我们看时间。如果说下午在5点之前到的话，再到下一站的话，如果说通麦你要在3点之前，12点钟。雷哥，今天空拍一个好的了吗？今天又找你要素材。等，靠近湖的时候再飞。好，我先去走一下啊。好的，正如同刚刚所说，波密100公里，通麦200公里，刚好就是太短跟太长之间的差别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身上全副武装，因为全部都是下坡，没有爬坡的因素要考量，所以我就直接把身体全部塞满。等一下鼻子跟嘴巴全部都要罩起来了。大家都会说，为什么我的鼻子、嘴唇不做防护？防个毛啊！你爬坡要呼吸的呀。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海拔4000公尺以上的地方，跑步、骑车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感觉。也可以从我讲话的语气中感觉到那一股窒息感。大雪之后，现在在我身后的然乌湖云层里面已经可以看到阳光了，那我们就抓紧时间，先出发再说。等一下看到美景，抓紧时机再飞空拍机哦。那我们出发了 ，Go Go！ 就100公里或是200公里这样。有人盯着你的行程吗？没有，我送车去灵芝，还有300多公里，有人载你们吗？没有，你也不拦他们？不来。拿到 A4 纸贴到后背啊！有货车愿载就载嘛，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。反正你也不主要让人载，对吧？你不载我我就上，这样你不载我我就不上。自己骑比较重要。也是，干一些别人觉得傻逼的事儿，怎么证明自己存在过？对，有本事你干一个。雷哥，哎，证明了。真的漂亮啊！在我们身后的就是4月的然乌湖，听说在4、5月的时候，湖水可以看到是蓝色的，在昨天跟今天早上的时候看得比较明显，现在太阳光起来又别有一番韵味。在这个然乌湖畔，忍不住停下来拍了好多照片，停了好久。除了这个然乌湖美丽，心情更美丽啊，因为今天全部都是下坡，这就是最重要的重点。在4月常常都是可以看到冰雪交融的情形，非常的漂亮。至于说刚在边讲话边讲解的过程中踩到了多少牦牛大便，那就不要管了，天气冷没什么味道，踩上去基本上也没什么关系。出来江湖走跳，哪有不踩到牦牛大便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2位还说今天要骑200公里抵达通麦，
看起来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两个是小趴菜，今天只骑100公里。看你的左45度，哎，1、2、3，嗨一点，来，1、2、3。出了染五湖平静的艳色湖面之后，随着下坡慢慢进入峡谷的地带，这一次的环境多了几分色调，绿色的树林，蓝青色的帕隆藏布江，高处雪白的山头，再加上路况不错，下坡为主，心情就轻松愉快，不像前面怒江、澜沧江、金沙江那一种的挑战感。反倒有种欧洲的风格，我觉得沿途的路标里程牌蛮好感受当地的距离感。台湾通常都是标20-30公里，北海道会标示一个远的大型都市与最近的城镇，近的常常也都是50公里起跳，需要站在街亭。在川藏线上，很多景区在100-200公里之外就标示了。从自驾的角度看，当然 OK， 但是骑脚踏车看到这100公里外的景区、几百公里外的拉萨，连倒数的念头都不会有了。很多人会说，雷哥，你可以去米堆冰川啊，或者说去哪的，只要从这边绕进去就好了。我是骑脚踏车，不是自驾啊，就算米堆冰川2公里，听说好像是还要再绕进去6公里。来回还要爬坡，想看的下次自己开车来啦。哦，骑脚踏车没那个心思体力，我现在就只想好好的下坡，消化一下昨天努力的成果。现在海拔还有3618，还可以慢慢溜。我记得波密的海拔好像2500还2700吧？对吼，我都忘了。现在我也能自驾，上吧，替身攻击。米堆冰川呢，是从这边再往里面的山谷再走2公里。你可以把车子停留在这个停车场，然后搭着官方的游览车，车子就会带着你这个小路走进去。可惜因为限高120，里面是缓上坡，所以只能用变焦的方式去看到一点点冰川的痕迹。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里面是多壮观的景致。正常来到这种餐饮区都一定要来上1-2份餐食，但是因为今天全部都是下坡啊，所以心里没有什么压力，就继续溜了。严格来说，其实全部下坡也不对啦，上上下下的你还是要稍微踩一下。刚刚在下坡的时候还发生一件很惊险的事情，我没有录到，有个人在路上走着走着，突然就跑到路中间，然后我下坡，然后赶快刹车，就紧急到我都叫出来了，他听到叫声然后才闪开。因为这段路的下坡很平，我几乎都下到40，可是刚好那一段我在看旁边的标语，所以速度比较慢，也因此才顺利躲过突然冲到路中间的那位行人。原本昨天都是8速的标语，现在换成波密跟灵芝的标语，所以好奇看了一下，哎呀，又怎么了？怎么一转眼的功夫，这边又塞满了车了？脚踏车也不行吗？不行。11点刚好差不多。你可以11:09。吃饭吗？吃泡面还是？我都行啊。那就走吧。或者你买个面包吃。检查站200米处，你吃了等一下还是要吃的。等一下直接就走了，一直干到波密了。怎么可能干得到？那就检查站上面了再吃吧，走。一路从米堆冰川又下溜了好长一大段路，也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山川壮丽的景色。终于不是一片光秃秃了，而是有森林。大家猜看这边海拔多少？这边海拔3300多公尺。不要看我衣服都脱了，好像很热一样。确实是有点热，但是这边海拔还是比武岭高。看到后面这个一层一层绿绿的，再往后更高的雪山。今天我们就是从雪山上面溜下来的，就是要有这种层次感嘛，不要整片光秃秃都是粉尘。这样算下来的话，现在已经溜了50几公里，溜了500-600公尺，哇，还有得溜嘞！
下坡下到海拔3250几的时候，来到林芝市这边也有一个检查站。其实我对林芝这个名字，我觉得还很遥远，毕竟那是3天之后才会到的市区，途中还要翻过一个海拔4700的色季拉山。我还没有办法想象到那边，很多人都跟我推荐林芝的桃花非常的漂亮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花的季节啊之类的，我只知道我3次去日本都跟樱花稍微错开了一下。但是来到了川藏线，海拔有高有低的地方，其实倒是跟季节时期就没什么关系。稍微上一点坡，下一点坡，你就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色。我炸毛了，你看。这次学乖了。知道要点半份，不要点完整的一份。半份的20块，12颗猪肉玉米的来吃吃看，好吃，因为满满的玉米不是只加2颗意式酱，一口咬下去，甜味跟肉综合在一起，赞。好了，同样的错误又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发生。束带太久没检查了，震着裂了。但这一次的问题没这么单纯，后货架的本体也要检查一下，好像也有一个地方断了。爆开了吗？没有，那个震到连螺丝都松了，还好不是断掉，还行。搞不好滑牙咯。啊！我都找到螺丝了，掉下去了。它应该在前面修的。这个是一个大洞，拿不回来了。螺丝不要紧，我有一大堆，主要是那个它掉进去了啦。我觉得烂路、束带震坏都算了。螺丝滑牙也算了，我有找到一只比较长的螺丝，因为我有想到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嘛。重点是后货架上面有个 M 型环，这个是特殊零件，这个没有的。刚刚其实我看到地板的时候，我就想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修，如果东西螺丝掉下去，一定捡不回来。大家我就想说，反正我有好几根螺丝嘛，掉了我再拿一个。结果没想到就是那个 M 型环掉了，左边这一只还有发挥功能，还能咬着。但是这一只现在是滑动的，它只是撑着而已，不是货架主要承重的地方。但是现在就是全部只靠这一只撑着嘛。如果这一只也断了、松了，它就会像刚刚一样整个往后倒。当然啦，方式有很多种，你要束带捆一捆，然后绑在坐管上，弹力绳拉一拉也可以，但就不是最稳固、最原始的方法。好吧，先这样吧。连抱怨都不给我抱怨，看来苦主还不是只有我一个啊！好了，浪费了1个小时，我们恢复平常心，看看眼前的桃花，桃花美不美？美啊！其实没有什么感想，没有什么异状，骑起来很顺，只是你心知肚明，就很像肾脏少一颗一样。正常骑车负担不要太大，基本上不会有问题。但你就觉得芒刺在背，就很像你在下坡的时候，左右两边的刹车，其实只要不要下到太陡的坡，一边的刹车就够了。可是现在你就是知道有一边的刹车已经坏掉了，你只剩下一边。好啊，那如果在下坡的途中，这一边如果突然坏掉怎么办？现在我的后货架就是这样的情形，完完全全还可以骑，我也相信可以撑回台湾，回台湾再换掉就好。但就如果突然间在下坡的时候，整个后货架往后倒，这个时候就很有危险性啦，真的会被这些大车气死。超车你挑一个安全的地方超。你刚刚超车直接把我逼到走这个山沟，最气的是这个山沟还有一坨新鲜还没有干掉的牦牛粪，害我只能直接碾上去。
可乐加冰，草莓奶茶，章鱼奶茶，草莓奶茶。后货架走一大堆烂路，黏到死，然后我就一直不想讲话，我都在想说这一集到底要怎么剪，因为全部都是下坡嘛，会不会就是一路下坡溜溜溜，然后风景，这一集完全没有内容可以讲。结果刚好现在下到海拔3100公尺的德巴村，这边看起来就很像台湾的夜市，而且面积规模非常的大。大家看到 YouTube 上面移植的抖音美食，这边几乎都看得到，什么火鸡面、烤肠、剪刀土豆。我之前看这些影片，我都觉得他们有一半是好吃的，就是只留食材是好吃的，但是最后那个剪刀土豆浇上那一层油，撒一大堆调味料。这个我就觉得不行啊！大家在网络上一定也有看到很多什么，老板套中了，这个不算，要套中3个才算。通常最大奖都是一台进口车，然后还有刚刚看到很多自行车，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全新的后货架可以让我套一下。谢谢。之前在台湾就很想吃这一种把马铃薯切片卷一卷的，但是台湾卖超贵了，好像1串就要100块，点了3串，15块人民币，完全可以接受。好吃，薯片热加厚的感觉，怪不得开司会想要再来一串鸡肉串。其实刚刚已经差点迷失了自我了，因为满脑子就是心情不好就想骑车发泄。其实路线就有点不上不下的，波密、通麦、鲁朗上坡之后下坡到林芝，所以我就想要用2天的时间抵达鲁朗。那这样我今天就必须要骑150公里，也就是至少要骑到波密跟通麦之间。可是就有点赶，就是我变成说我要一直骑车，我又不能介绍，我可能要稍微夜骑一下，然后明天距离一样又很长，心里的预估啦，我觉得至少7天内绝对可以骑到拉萨。所以现在又在赶什么呢？就不知道，坏习惯。好险看到这边海拔3100公尺的德巴村，好多美食，好多可以玩的，就进来找回初心一下。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半，感觉这个时间特别的多人，而且车子还是能开进来的。哇，现在外面也开始塞车了。大哥，你的门没有关，要上去提醒一下他吗？你的门要关吗？你们那个门。你们。刚从海拔3100缓溜，加上平地，然后再加上有一些爬坡，现在海拔是2900。虽然我一直说我不会拍上坡，讲来讲去都是海拔高度，好累哦，受不了了，好冷。可是我发现其实我下坡也不太会拍，就是只能举起相机拍沿途高速的风景。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，我觉得就停留在波密好了啦。原本是还想再骑30公里推荐到下一个点古香的，意义不大啦。你去偷那半天，然后隔天你也不知道要干嘛住哪。很多人都会跟我讲说不要赶路，我自己也知道赶路其实没什么效益，你骑得越快，影片的数量还越少，对不对？但旅行当中骑着就会忘记原本的意义，满脑子就是数字。尤其是像现在距离拉萨越来越近的时候，我想的就是怎么样才能顺利的翻过色季拉山，抵达林芝，怎么样才能合理的翻过米拉山，抵达拉萨？其实最合理的就是停留在波密，只是有时间我就忍不住想要做事。今天可以剪的短影片也蛮多的，就多剪一片吧。然乌湖还有刚那个货车太夸张了，那就让自己放松一下啦，不要每次都对自己这么严格，这么紧绷。车友没意外的话，他们已经到了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继续往前推下去。
下午5点钟，前面在3公里就是波密了。老实说，我现在还是蠢蠢欲动的。骑到古乡30公里，大约2个小时。7点其实也还没天黑，只是我想不出来我还可以讲解什么，脑袋精神也有点累了。反而在波密找一些比较之前没吃过的东西，会是比较好的选择。今日特价150一间，以台湾的物价来讲，确实是超级大特价，没有错。之前看到华莱士炸鸡汉堡就一直想吃了，但是在这一条线上比较小的城市不一定会有。每天早餐吃豆浆馒头，午餐晚餐吃炒菜配饭。虽然好吃，但还是有点腻，就都找不到什么西式口味、意大利面之类的。现在看到一个炸鸡汉堡，哎，不管了，先去吃啦。刚在点餐的时候有看到刚那2位车友的微信，刚同骑的2位中国车友也把酒店地址传给我了。如果再骑下去就有点不够意思，今天就停在这边吧，好好休息吧。在我身后的就是波密，大家都说现在是桃花盛开的季节。其实我分不太清楚这是桃花还是樱花，可能要手机拍一下，问一下 AI 了。晚上点灯之后，我相信更有别有一番风味。顺便来看一下接下来最后一个难关。5000公尺的大山也要进了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克服高山药的。有没有卖丹木斯或威尔刚？没有。那有没有什么可以高原反应比较好的药？它这个有没有小包装的？这个就小包装的，你要几个？1瓶。好了，感想速度有点慢，但是以外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袋子还蛮好拎的。到饭店再去吃它，到时候再评价咯。找的饭店看起来有点豪华，让我有点不知所措，而且野心还很大哦，都挑那种专要出城区，明天一骑就直接上路那一种。一个房间的话多少？一个房间有大床和标间都是100人，只要一个床位的话就是是50的，然后你要一个房间的话是100的。那50的好了。50的嘛。对。好嘞。那一个房间是不能动的，一个床位。雷哥。搞好了没？你都吃完了吗？还没啊，还挂车上。他买的华莱士在那儿的嘛，我先放这儿，我等一下来。怎么洗衣服、充电，等会再说。第一件事情，华莱士。第几天的？今天第13。13天啊。对。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。好，谢谢。哇，这个饭店超豪华，然后一个人才50块。我看那个价目表明明就写288之类的，害我有点吓到。但是在开箱饭店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华莱士，不要冷掉了。原本标配是可乐，然后我看到这中国针，我想说是不是中杯的，然后有野果，然后有珍珠之类的。但是他给这个小吸管肯定不是，果茶的味道有点甜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来吃炸鸡，起司酱，薯小甜心，然后这个是汉堡，好像是牛堡吧，我也不知道我点什么。双层经典爆牛爆吃堡，然后加点2块炸鸡，本身就有2块炸鸡了，所以我今天要吃4块鸡。先从简单的开始下手。哇，这个下面是蛋，然后上面是有点起司的感觉，这个是好吃的，就有点类似蒸蛋。哎呦，有点凉掉了啦。鸡肉是有腌过的，皮酥酥脆脆，有点微辣的感觉，是好吃的。最后再来这个劲爆烘牛堡，2层肉。好吃是好吃，但这是在台湾也可以吃到的感觉。炸鸡有3个，然后还有一份小蛋挞，一杯饮料，2层肉的厚牛堡，这样价格是37.9，38块人民币，38算40好了，45，200块。以中国的物价来说，一定算是很贵啦。但是以台湾的物价来说的话，那个什么一个 XL 餐都已经250块了。吃完了华莱士，带大家来介绍一下。首先最重要的厕所。坐式的马桶很重要，在西藏很多都是蹲式的，会让你的脚很不舒服。第二就是你看一下整个浴室里面有没有热水储水器，如果没有，通常都是中央供热水，这个时候的热水就几乎是无限量供应。但是可能因为管路线路比较长的原因，所以建议先不要脱衣服，看一下它多久热水才会过来。每次都被问说，我的嘴唇怎么会这样？其实这算还好了，我去北海道。干裂，它是直接换皮的，现在它只有干裂，还没有换皮。嘴唇会有几个阶段啊，就是会先变干、变硬、变黑、皲裂、流血，之后它蜕皮之后，新的皮就不会有问题了。好了，这些东西全部处理完，时间晚上7点之后，真的可以一觉睡到8、9个小时。我就想说奇怪，为什么会下雨呢？就我刚查了一下天气预报，
哇，还好没有继续骑下去。接下来的雨势会越来越大，然后变到大概3到4 mm 左右。这场雨晚上也会持续下到早上6点7点。明天也只能提早收拾行李。如果外面看到地板湿湿的，还在下雨的话，那就继续再睡啦。今天的路线非常简单，从海拔3900公尺的然乌湖，接着一路上下。哇，原来这个上下累积爬升有个700多，所以怪不得今天没有感觉到那么轻松，里程也没有那么长。明天可以轻松到通麦，接下来再稳扎稳打上鲁朗，接着爬上4500公尺的垭口之后下到林芝，3天传档案，在当地休息1天，第4天、第5天、第6天上弥拉山，然后你就算再加个1、2天好了，好，最多8天，你还有1到2天的时间可以去观光拆车，所以真的不用这么急。洗完一个舒舒服服又久的热水澡，现在全身上下暖和和的。来一根冰棒，还好没有继续骑车。我觉得这是3个人的问题。首先，这个老板负责托运我们的包是吧？司机没有给这个老板说有涨价的要收30块钱的事情，他还不是自己亲自拖，找到他的朋友拖，相当于中间嘛有4个人，中间一手赚一手。对，一手赚一手。但为什么他们会迟到？就为什么？他堵车，他说，哪怕这1天涨的，你给人家提前说清楚，那涨了没问题是吧？你给我们拖包之前说，你就说这个包要30块钱 ，OK， 那我们就不拖了，我们自己拿着就行了，是不是？等你明年来走独库的时候，我带你吃新疆最正宗的羊肉串。因为明年我要申请边防证。喀什你去那个塔县的话，就必须需要边防证。他在去哪他都要转机，他怎么能不转机？不用了，不转了。那你得骑到他明年有可能。那你得从上啊，对，应该。他有可能明年。可以，也可以，来了给我们发消息啊。好的。别忘记我们这兄弟俩，我们明天可能要去搭车，你要不直接和我们一起搭车去林芝吧？不要诱惑我，我要骑车。因为我跟你说，这半截到那个鲁朗什么的又没有什么风景，到时候我们拉萨见，我们一起骑。我肯定骑的，我绝对不搭车。要么就打个车，因为这边的司机你也今天看到了，都对向超车，下雨天视线又不清晰什么的。明天不会下雨啊，相信我。7点后不会下雨，相信我，7点后不会下雨。对，我相信你。